蒙面财经，朋友们好。首先呢，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开启了这个微信公众号。那微信公众号的名称呢是蒙面财经 Musk Finance。那今天呢，跟大家聊3个部分第一部分呢，就说一说这个美元的货币价值的强弱究竟是由什么决定的。那同时呢，也说一说这个美元这个剪羊毛到底是怎么个剪法。那这个说法呢，在市面上非常流行一直大爷大妈呢很多都听到过，而且深入人心。那这个观点呢，到底对不对有没有数据事实和逻辑的支撑？那我们今天呢就要聊一聊这个。那第二部分呢，就是讲一下这个人民币的货币呢，它跟其他的货币为什么不太一样那人民币呢，也最近也相对来说比较强势还有就是人民币和美元的这种深层次的关系究竟是怎样的？那第3部分呢，就会讲讲这个美联储为什么越放水，美元呢非但不贬值，反而越来越强势。那美元指数呢，现在已经涨到100以上而且比较平稳。那这个理解起来确实有点反人性因为一般我们理解呢，就是很多国家呢越放水它的货币贬值就越厉害，而美元呢好像不受这一规律的支配。好，这就是3个部分在这个专题里将要跟大家聊的但是这个可能一期节目呢讲不完我们可能会分成2期来讲。那今天呢，先讲第一部分，就是美元的强弱呢究竟是由什么决定的以及美元剪羊毛呢到底是怎么个剪法。那好，我们先看一下这个美元美元指数，我们先得了解美元是个什么东西，对吧？那我把货币呢分成了大概3个层次第一个层次呢，就是这个美元本身以及构成美元指数的里面的一系列的这些货币大家可以看一下这张图。那美元里面的构成呢，包括欧元、日元英镑、加拿大元瑞典克朗、瑞士法郎这6种货币。那大家可以看到呢，构成权重最大的就是欧元还有日元、英镑，这些权重也比较大。那这些货币呢，大家一看呢，感官可以感受得到都是非常强势的货币本身也是一些发达国家经济实力也非常强。这是第一个这个圈层的货币。那第2个圈层的货币呢，就是除了这个第一圈层以外的一些发达国家或者说中等发达国家的货币。你比如说澳元挪威克朗或者新西兰元还有韩元或者是新台币这些它也是这种发达国家或者地区那第3圈层呢，就是这种发展中国家的货币比如说巴西的雷亚尔墨西哥的比索还有俄罗斯的卢布土耳其的里拉这些。那这些国家的人均 GDP 呢，基本都达到了1万美金左右那人民币呢，我没有放在这3类里面的任何一类后面我会讲这个原因因为这个人民币它有非常特殊的这种特殊的一些原因在里面，它和美元呢有着非常深层次的这种联系。好，这是介绍了这个美元尤其是美元指数的构成大家有了这个基础知识做铺垫呢，我们接下来再来看下面这张图。那这张图呢非常非常关键可能大家要来回要不停的看，要看好多遍。那这张图呢，大家看蓝色的曲线呢，它是美元指数的这个曲线然后它的刻度呢，你看左边它是从81最高到144粉色的那个曲线呢，是美国 GDP 占全球的一个比例的一个曲线那刻度呢，你就看右面它是从22%最高到34%。那你看这2个曲线，它的走势呢非常吻合也就是说美元指数的这个下跌的时候呢就是这个蓝色的曲线下跌的时候呢那个美国 GDP 占全球 GDP 的比例呢，就是这个粉色的曲线也相应的下跌，而且它们跌到低点的这个时间呢也高度吻合都是比如说那3个低点一个是1980年一个是1995年，还有一个是2011年大家可以看到那3个低点，对吧？2个曲线呢这个非常重合这个走势。那大家再看2个高点也就是蓝色的曲线呢这个美元指数上升的时候，美国 GDP 呢占全球 GDP 的比例也上升也就是那个红色的曲线也上升，而且它们到达高点的时间呢也高度的一致有2次高点，一次是1985年的一次，还有就是2001年的一次。那好，这个图大概看了以后，有个大概的了解以后我们接着再往下说。那美元指数走势呢和美国 GDP 占全球的份额呢走势高度一致，这个绝不是什么惊人的巧合。那背后呢，它是有着深刻的经济和金融原因的。那每当这个美元指数下跌的时候其实也就是美元资本流出美国流向全球世界各地尤其是资本洼地的这时刻，那它会流向什么地方呢？它会流向这个能够比较容易赚到钱或者是资本回报率比较高的一些地区。那我拿一个最大家能够熟知和感知的一个例子也是最经典的一个例子去举例那就是从2001年。那从2001年大家看这个曲线，从2001年到2011年这10年
啊，整个这个美元指数一路下跌啊。那这个过程中呢，大家知道这个钱去了哪儿啊？其实大家也能猜出来啊，它流向中国了。那中国呢，恰好是在2001年加入了 WTO， 那这个时候它吸引了这个全球海外的大量的资本啊，尤其是美元资本流入中国。那中国呢，可以说迎来了它的高光时刻啊。其实我可以毫不夸张的说啊，资本在这10年啊，去哪儿里它赚钱都没有在中国赚得多、赚得快、赚得容易。那这个确实是真正的淘金时代啊，可以说可以堪比呢1920年代的这个美国啊。当时的美国号称这个颗粒子繁荣嘛，咆哮了20年代啊。大家有兴趣呢，可以了解一下那个时候的美国经济情况。好了。我们说这个从2001年呢到2011年这10年啊，图上可以看到那个美元指数一路下跌啊，美元一路贬值不回头，贬得非常低，一直贬到可能77、8啊，不到80的一个位置。那各路资本呢都在逐鹿这个大中华区域啊，中国经济蓬勃发展。那这个时候呢，全球经济的蛋糕呢其实也在不断的变大。那相应的美国 GDP 啊占全球 GDP 的比例它就在下降啊。虽然美国经济也在增长啊，但是它增速显然没有中国快。那在全球蛋糕显著变大的这种情况下呢，那美国 GDP 占到全球的这个比例啊，从2001年的28%一路就下降到了21%。那中国呢，占全球 GDP 的比例是从4%啊一路上升到了10%啊，大家可以看到此消彼长。所以说美国呢占全球 GDP 的比例呢，它就下降了。那大家看到，其实通过这个例子啊，大家可以感受到，其实当全球经济做大蛋糕的时候，那因为美元资本呢，它流出中国啊，去往世界各地去挖掘这种赚钱的机会，那美元指数呢就会下跌。而每当全球经济风雨飘摇的时候啊，你比如说拉丁美洲啊危机的时候，或者这个亚洲金融危机的时候啊，那美元资本呢又会回流美国，那寻求资本的这种稳定性和安全性啊，这个时候美元指数就是上升的。所以美元资本呢，就是通过这么一扩张、一收缩啊，来实现世人所说的这种剪羊毛的。那这个剪羊毛呢，其实也不是说这个所有国家的羊毛它都剪得成啊，只有其实那些经济体制薄弱啊、漏洞百出的那种经济体呢，它才容易被剪。那如果是经济底子特别扎实的，或者说没有什么短板的这种经济体呢，它就非常难剪啊。你比如说德国，这个国家呢，你想去剪它的羊毛啊，那恐怕非常不容易啊，你不被它剪就不错了。德国这个国家大家知道，制造业非常强大啊，而且财政呢非常保守、非常稳健，它财政而且有盈余。那如果德国呢，说句不好听的，如果德国有美国那样的人口体量和规模啊，那可能国力可能丝毫都不逊于美国。那还有一个国家就是日本，对吧？也是制造业非常强大的国家。那而且经历过90年代的这种房地产泡沫的破裂，啊，就算那样呢，也没有让美国剪成啥羊毛啊。它制造业依然很强大，货币呢依然很坚挺。那大家知道日元呢啊，也被称为这个避险货币啊，所以说这些国家的羊毛呢不那么好剪啊。那有些国家的羊毛呢确实容易剪啊，你比如说在这个拉丁美洲这个危机的时候的巴西、阿根廷啊，或者在这个东南亚金融危机时候的泰国啊、韩国啊这些国家啊。中国有句俗话叫苍蝇呢不叮无缝的蛋啊，如果你这个经济体尤其是债务高企啊、泡沫庞大、贫富的鸿沟啊也比较大，那你这个经济体就特别容易被剪羊毛啊。资本的属性其实全世界都是一样的，它是趋利避害的。你风险收益比好的时候，它就去逐利啊；如果风险收益比差呢，啊，它就弃之而去。那这一点上呢，其实资本呢啊也是无国界的。就很多时候人们理解这个美元的剪羊毛啊，其实它理解成了美国剪羊毛啊，实际上这个理解有点太狭隘了。那整个资本呢其实是无国界的。那很多这个本国啊，就是被剪国的这个权贵阶级啊，或者权贵资本，它其实是有更容易剪羊毛的这个位置或者是这个优势的。那很多这个本国的权贵资本呢，它其实是这个资本是全球海外配置啊。当他看到本国经济体要出现问题的时候，他也会换成美元出逃啊。而且他因为是本国财阀嘛，顶级财阀，他更了解本国情况啊，而且这个资产规模呢，在本国占比也高啊。那我就举个简单的例子，大家就能明白啊。你比如说当年在这个15、16年啊，中国的这些资本大鳄他们在干什么啊？他们在海外不停的买，对吧？都是买了上万亿美金。那他们把人民币的负债呢是留在境内的，然后把美元呢啊这种外币资产呢是留在海外的啊。那这个是什么操作？这个就是经典的这种剪羊毛的行为啊，剪羊毛的一种思路啊。他们赌的是将来这个人民币啊资产啊，或者还有人民币的货币，比如说贬值崩溃。那回过头来以后呢，他从美元的资产啊再杀回来，再收购境内的廉价资产，
那只不过这个玩法呢，它被中国政府啊、中国央行去遏制住了啊，因为它威胁到中国的这种金融稳定和安全。那资本大鳄呢啊，在后面这个没办法，那只能改邪归正，对吧？把这个海外资产卖了，然后回国还债但是这个行为呢，就是经典的这种剪羊毛的行为啊。我举这个例子就是说，这个剪羊毛啊，它指的是美元剪羊毛啊，是全球的资本啊，它都是秉性都是一样的，不管你是美国的美元资本啊，还是本国的权贵的这种美元资本，它都可以剪羊毛。好了，最后呢，我就总结一下，就是说，每当美元指数下跌，资本流出美国啊，也就是美元开始向全球扩张，全球经济这个时候增长啊，蛋糕变大的时候呢，那美国这个 GDP 呢，相对全球的 GDP 比例呢啊就会缩小啊，也就是它在向外流啊，美元去追逐这些财富机会的时候，那每当美元指数上涨的时候，其实也就是美元回流美国啊，那这个时候呢，往往都是全球经济开始萎缩啊，然后这个美国的这个 GDP 占全球 GDP 的比例也是上升的一个时候啊。其实说白了，也就是说美元对外扩张呢，就意味着去世界各地去寻找这种赚钱的机会啊，去逐利全球。那美元回流呢，也就意味着资本回归母国啊，开始寻求安全性和稳定性啊。那这个呢，希望大家多听几遍话，或者去多感悟几遍啊，好好的去感受啊，因为这个规律呢，确实是你在市面上你也听不到谁去给你讲啊，确实呢也是比较深刻的一个这个逻辑。好了，这个就是第一部分，给大家讲了挺多，讲了我一口气讲了我上不来。这个美元涨跌背后啊，这个经济的这种美元涨跌背后的这个真正的逻辑啊，还有这个真正的这个一些背景给大家讲了。然后接下来呢，我就给大家再过一下啊，回顾一下这个美元指数这3次啊大的下降周期和2次大的上升周期啊，希望呢能给大家带来有一个大的宏观的这个历史的经济的这种历史观啊。那首先呢，第一个大的下降周期啊，大家再回到这个图啊，看这个图啊，从1970年到1980年代，当时呢是拉丁美洲的这个黄金10年的发展啊，那个时候还轮不上这个什么亚洲4小龙啊，或者是4小虎啊，或者是中国啊，那个时候还没有轮到这个亚洲。那在1973年以后呢啊，大家看从这个图上可以看到啊，73年以后，美元指数一路向下啊，那美元资本开始大量的涌入南美、拉丁美洲这些国家，那拉丁美洲国家经济高速增长。那到了1980年呢啊，这个拉丁美洲呢，因为债务高企啊，还有很多经济结构的一些问题，陷入了中等收入陷阱。那从1980年到1985年呢，就是拉丁美洲债务违约的一个高峰期。那这个时候大家可以看到，美元呢从1980年啊开始掉头向上，进入一个上升周期。那1983年呢还爆发了这个阿根廷和英国的马岛战争啊，那阿根廷战败，那美元资本呢就加速啊逃离拉丁美洲。再结合80年代，大家知道还有一个背景就是美国的滞胀时期啊，那个时候美联储的主席是沃克尔，沃克尔实施了紧缩的这种货币政策啊，以遏制美国当时凶猛的这种通货膨胀啊，所以美元指数那一波涨得非常非常高啊，从1980年一直涨到1985年，整整持续了这种5-6年啊，一直涨到160的高位，那美元资本的回流呢才进入一个尾声啊，这是第一次啊大的下降周期加上一个大的上升周期。好，接下来我们接着讲。到1985年呢，到1995年这10年呢，美元指数呢又再次掉头向下啊，美元呢也开始扩张啊，开始面向亚洲，流向亚洲啊，美元资本呢迅速的到这个亚洲4小龙的这个国家啊去寻找这种赚钱的机会。那亚洲4小龙的国家呢，经济当时飞速发展啊，美元流入这些国家，资本回报率是非常高的。那到了1996、97年的时候，大家知道发生了什么啊？就是发生了这个亚洲金融危机，对吧？那1985到1995呢是美元指数向下的一个长达10年的周期啊。接下来你看，大家从1995、96年啊又开始进入一个美元的上升周期。那这个时候是发生了就是发生了什么呢？就是这个亚洲金融危机啊，香港啊、东南亚等国纷纷爆发金融危机，股市崩盘，楼市下跌啊，各种资产的价格可以说是血雨腥风。那美元指数呢啊一路也涨到这个2001年一路涨到120的高位。啊，就是从1996、97年一直涨到2001年。好，这是这个第2次的下降和第2次的上升周期啊。接下来就是第3次这个美元指数的下降周期啊，也就是一开头其实我给大家讲的啊，就是因为中国加入 WTO 以后，然后整个的这个美元资本啊这个追逐在中国设立工厂，在中国的这种各种利益的一个时期啊，所以从01年。
到2011年，大家可以看又是一个10年的美元指数下降的一个周期啊。在这个过程中呢，美国 GDP 占全球的比例一直降到谷底也就是降到21%的一个水平，然后美元指数呢也达到了一个谷底的一个位置大概是78、79这个水平。那到了现在呢，到了今天美元指数又开始掉头向上那到了今天呢，在100这个指数现在在徘徊和震荡那我预计呢，这次可能是美元指数又一次新的一个上升周期因为看目前的现在这个经济情况以及08年以后积累的各种矛盾所以说很有可能是第3次的上升周期好了，今天呢就先讲到这儿吧，因为时间呢关系，我们剩下的内容留到下期再聊也谢谢朋友们的观看支持蒙面财经，转发、订阅、点赞那我们下期再